分享埋呢一個保險股嘅業績啦，保險股嘅業績。咁頭先講過啦，1月份公佈嗰啲全部都叫做咧預告嚟啊，預增盈喜就預增啦。咁咧太保啦，講咗太保先啦，太保都係我講一個大致嘅對保險板塊嘅睇法啦。嗱，保險板塊咧，我哋分財險同埋壽險嘅。咁究竟應該睇好財險定係壽險咧？嗱，我會睇好，我會自己係比較中意財險嘅。點解咧？就係財險咧先至係真正嘅金融消費股啊，壽險就唔係啊。同埋財險咧係靠負債端賺錢，壽險咧係靠資產端賺錢啊！呢個好重要㗎。乜嘢叫做靠負債端賺錢？乜嘢叫做靠資產端賺錢呢？嗱，逢親你一賣保單就賺錢嘅，就係叫做靠負債端賺錢，因為保單係你嘅負債嚟嘅。咁你一賣保單就賺錢，呢一種負債端賺錢咧，先至係好嘢嚟嘅嚇，因為咧你一賣就賺錢，你保費一增長，你盈利就增長啊！咁呢個就係非常之好。而中國財險咧就係靠負債端賺錢嘅，所以我自己對中國財險嘅期望咧就係每年佢業績大概有10%至到10%上下啦嘅增長，而股價咧就有10%至到15%嘅增長啊！呢個講緊平均每年啊，係如果平均每年咧，佢嘅股價當然係講緊股息加埋個股價嘅升值啦，有10至15%。未來啊，平均每年我對佢嘅期望係有呢個回報啊，10至15%嘅回報率，包括股價、包括股息，同埋股價嘅升幅。咁呢個係好穩定嘅一個金融消費股嘅選擇，就係中國財險。嗱，咁壽險就唔同啊，壽險係靠資產端賺錢嘅。咩意思？即係話你賣咗個保單咧，你係唔知你有冇錢賺嘅，你要睇你個資產端，即係你投資嗰邊有冇錢賺。因為投資股市好差嘅，債券利率係咁跌嘅，咁你可能資產端係賺唔到錢嘅喎，咁你個保單可能係虧損嘅喎，呢一個係會發生㗎。我記得中國人壽應該係第一隻喺香港上市，包括喺內地，因為香港上市先過內地啊，即係話中國人壽係 A 股同埋港股第一隻上市嘅中資壽險股，應該係如果冇記錯啊，2023年啊，2003年係2003年應該年尾啊，12月到啦。中國人壽喺香港上市嘅係第一家中資壽險公司喺香港上市。佢係好多年後先至翻 A 股上市，所以咧 A 股啲人係唔識中資壽險股啊，因為係香港上先嘅。咁我哋嗰陣時咧就係開始研究啦，所以有2023年，唔係有2003年已經開始研究呢一個中資壽險股啦。我哋係領先 A 股投資者嘅，呢一個冇辦法，因為咧佢喺我哋呢邊上先嘅。嗱，當年咧國壽上市嘅時候咧，佢係咩？佢本來係有成堆負資產㗎，佢係成堆叫做利差損嘅保單㗎，利差損嘅保單啊。不過中國人壽咧就將佢呢一個利差損嘅保單剝離咗，俾翻佢母公司，咁所以咧佢就係喺冇利差損保單嘅情況之下嚟咗香港上市。嗱，咁中國人壽上市之後冇幾耐咧，就到中國平安嚟香港上市啦。而中國平安嚟香港上市嘅時候咧，係孭住一身嘅負資產，即係話咧係負，即係話係利差損保單㗎。當年咧，中國啲壽險股咧係壽險公司咧係有利差損保單㗎。中國平安咧孭住呢個利差損保單係好多年先至消化到啊，所以咧呢個就係靠資產端賺錢嘅壽險啦啊，所以我想提
各位投資者就話，中資壽險公司係靠資產端賺錢嘅，靠資產端賺錢咧係有不確定性嘅，係隨時會蝕錢嘅，變成你個保單咧係利差損，即係話你賣得越多保單，你係虧損越多噶。咁所以點解咧？我而家尤其是而家中國嗰個國債利率咁低咧，1點幾咁啦。然後股市又半死不活咁啦，舊年好啫，咁你唔知將來點噶嘛？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其實係唔係好願意去投資壽險業務嘅公司啊？中資有講中資啊，咁呢個就係我哋簡單分財險同埋壽險啦。我會覺得財險係好正嘅，尤其是你有機會我哋再講。點為之正嘅壽險公司啦？就係規模好緊要啊！規模好緊要，咁啊龍頭財險咧，規模係最緊要嘅因素啊！所以財險你一定要買龍頭啊，你唔好買啲細嗰啲，你一定要買大隻，越大隻越好啊！市佔率越大越好就係財險啦。壽險就另一回事啦，壽險未必係咁樣啊，壽險係靠資產端，靠資產端咧就睇你個投資能力咯啊。咁你話有啲人話中國平安投資好，我又唔覺中國平安投資好咯。我記得中國平安當年投資咗富通咁啊輸咗幾百億啦。佢後尾仲想買埋富通資管係嘛，富通財富管理嗰個業務啊。本來又要俾多200幾億嘅，後尾咧俾保監會叫停咗，但係唔係，如果唔係又輸多200幾億㗎啦嚇。咁呢個咧就係去投資海外啦。咁啊投資國內又點啊？佢投資國內都輸幾百億啦。華夏幸福啦又輸幾百億啦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唔覺得中國平安喺投資方面嘅能力有幾好咯，投資成績有幾好啦。咁所以你既然係靠資產端揾食嘅，咁你個投資能力又似乎麻麻地啊，咁所以咧點解我覺得經歷咁多年之後，我覺得中資壽險股咧就真係叫做火中取栗咯。咁你當股市咁炒咯，係咪？股市好你咪可能有一波行情啊，股市好就一波行情。股市退波啦，咁你就打回原形，即係咁嘅情況咯嚇。講埋太保啊，因為始終咧太保咧首先講啦，壽險我就唔中意啊，不過壽險當中相對比較好咧就係太保啊，咁所以咧佢值得講一講太保呢一個叫做預增嘅公告啦。嗱，太保咧佢就話咧佢預計2024年股東淨利潤咧就422至到463億人民幣嘅啦。逢親呢啲預告咧都係一個範圍一個 range 啊，咁啊同比增加咗55至到70嘅咁主要得益咧就係投資收益大幅增長啦。咁啊你靠投資收益嘅增長咧，咁啊你未來點知投資收益仲有冇增長啊？咁呢個就係存在不確定性啊。咁所以咧呢個業績好都好啦，都係我覺得，因為佢係靠投資收益噶嘛。咁如果我哋淨係睇第四季啦，咁股東淨利潤咧就係照計落去咧就係38.9億至到79.9億呢個範圍都好大喎，係同比係下跌5%至到上升94%嘅即係好誇張。因為咧冇辦法啦，一個預告咧係一個範圍嚟嘅啫嚇。咁主要咧就係如果你第四季咧即係講緊2024年第四季啦個股市咧，的確係比2023年第四季咧係有所改善嘅嚇。咁滬深300指數就跌咗2%，但係2023年第四季咧就跌咗7%嘅。咁同埋咧就係大家知道啦，舊年第四季嗰個利率咧急速下跌啊，即係嗰個中國10年國債收益率咧急速下跌，以前冇跌得咁急㗎。咁急速下跌咧喺會計上啦，如果你有啲債券係歸類為 FVTPL 嘅，即係話你要 mark to market 同埋 mark to market 咗之後嘅浮盈咧係進入咗嗰個利潤表咧，咁咧你就會有着數啦，因為長端嚟到下跌咧。咁代表咧佢啲股價嘅公允值會上升啊！咁呢兩個因素加埋咧，導致到咧佢第四季咧
就係有機會大增啊。咁而但係第四季咧其實佢個壽險嘅新單咧係同比有所下跌嘅，主要咧就係因為咧之前有預定利率下跌啦，咁會帶嚟一啲需求。啲人提前咗買咗保險啦，咁變咗第四季咧就因為之前都買咗啊嘛，咁所以第四季銷售就弱咗，同埋第四季個居民儲蓄需求咧亦都係弱咗噶。咁呢兩個影響加埋咧，其實太保第四季嗰個壽險新單咧新保單係下跌噶。咁而財產保險方面咧個保費增長亦都有放緩啊，因為咧。第一，因為第四季啦，個季節有因素啦。第二咧，就係因為咧，佢咧就係咧，佢轉去賣一啲利潤率比較低嘅飛車險啊，飛車險。嗱，飛車險咧嗰個綜合成本率咧，一般係會高過車險啊。內地咧，飛車個成本率。綜合成本率係高過飛車啊，咁啊代表咩啊？代表飛車險其實係冇咁好賺啊。咁另外就係第四季，舊年第四季你個颱風咧係損失係比較大啊，即係嗰個自然災害比較多，所以咧佢損失比較大。咁而一樣嘢想講咧，就係太保其實佢喺舊年第四季開始咧，佢都係轉型咧，就賣多啲分紅險啦，因為對沖嗰個利率國債收益率急速下跌啊嘛，咁未來都係會咁噶啦，都係賣分紅險啦。咁啊賣分紅險就係未來行業嘅趨勢啦。咁啊另外咧就係其實如果你比較太保佢嗰個盈利增長咧，係個增幅係冇其他同業咁勁啊！即係佢雖然話增長50幾啊、70幾啊，其實人哋增長1倍幾啊咁樣倍聲嘅，咁佢哋先得幾十個%啊！咁原因咧就係佢嗰個財險咧係受到財險嘅拖累啦。咁佢財險嘅綜合成本率咧，因為有自然災害啦，咁就有所惡化啦。咁另外市場關注咧就個精算假設啦。咁管理層講過啦，佢話2024年都可能下調嗰個精算嗰個假設啊，即係下調呢個精算假設，因為佢投資回報率咧係4.5% 啊嘛。咁但係今時今日國債收益率得1點幾，咁你仲話你自己有4.5% 嘅精算假設，似乎亦都係過高啦。咁有機會會下跌啊。下調咗呢個精算嘅投資精算假設啦。咁另外咧嗰個派息政策方面咧，咁佢重申太保嘅派息咧係以營運利潤為基礎啊，係營運利潤，唔係利潤表嗰個利潤啊，係營運利潤。營運利潤咧係會扣除一啲一次性嘅項目啊，同埋一啲短期波動嘅影響，所以營運利潤咧係相對比較穩定。咁呢個係好事嚟㗎，呢個係好事嚟㗎。咁而展望今年咧，咁呢一個考慮到下半年。今年下半年係有機會再進一步下調預定利率㗎，因為而家嗰個國債收益率都跌咗好多啊嘛，咁有機會再下調預定利率。但係今次咧，以前咧下調預定利率咧嗰個保單銷售咧就會刺激增長啊，但係今次因為已經係刺激咗好多次啦嘛，咁預計再刺激咧嗰個邊際個影響咧，亦都冇以前咁大啦，對以前刺激冇咁大。咁另外利潤率方面咧，就係因為多咗分紅險啦，但分紅險有個好處咧，就係佢利差損嘅風險比較低，但係佢都有個唔好處喎，分紅險嘅利潤率係比較低㗎。傳統險咧個利潤率係比較高，但係傳統險咧受到呢一個利差損嘅風險咧又比較大，咁所以你要平衡咯。咁你要穩陣嘅，咁你嘅利潤率咪低咯嚇。咁佢而家就揀咗要穩陣，咁所以佢提高呢一個分紅險嘅佔比，所以咧未來呢一個新業務價值率咧係會冇增長，即係冇咁好啊，冇咁好啊。咁另外咧就係最近咪鼓勵呢個保險資金啊，你咩投資新嘅要去到30%咁樣嘛，係咪？咁不過管理層咧就考慮到呢一個股價嘅都係始終買股票波動啦，咁所以佢哋都話佢會即係審慎啦，投資都係審慎為主啦。咁同埋都會買一啲高息股啦嚇，買一啲高息股啦。
同埋佢會分散唔同嘅行業啦。即係就算買高息股都好啦，咁佢都唔會集中買某一個行業嘅。佢係單一行業嘅最大投資比例咧就係10%啦嚇。咁呢個咧就係太保嘅業績簡評啦。